大家好，我是萨姐。之前做了蜂蜜口味、芝士味、巧克力味的古早蛋糕，今天我们来做原味的古早味蛋糕。古早蛋糕与气温蛋糕最大的不同就是口感十分的松软、湿润和绵密，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。如果每一步跟足步骤来操作，基本一次就能成功，最适合零基础的烘焙小白。这是个专门做古早蛋糕的模具，18厘米宽，5厘米高，垫上烘焙纸，四周做好记号，折起来，按着印痕四边剪一刀，两侧纸的高度要高出模具边缘3到4公分，方便到时候一提就可以脱模。先将低筋面粉过一次筛，然后加热植物油，也可以用玉米油、菜籽油和麦麸油来代替。小火加热，如果家里没有温度计的话，看到油丝开始攒动，过了半分钟，油温就差不多70到85度之间，用温度计测一下，70多度正合适。用微波炉加热的话，大约1分15秒左右。倒入面粉里，搅拌成一个柔滑的面糊，能顺滑的留下。油温如果过高，出来的烫面就会很稠，影响之后的蛋糕糊。倒入凉的牛奶，可以降低面糊的温度。看烫过的面粉有多么的吸水，烫面糊很快就吸收了所有的牛奶，变成比较粗糙的面糊。用5枚大号的鸡蛋，一个连壳大约60到65克左右，分离蛋白和蛋黄，分3次加入蛋黄搅拌。面糊慢慢变得丝滑起来，提起搅拌头，面糊会缓缓地流下，画个8字形状也不会消失。如果不喜欢蛋糕中的鸡蛋味，这时候可以加入少量的天然香草精华，去除蛋味。预热烤箱到140度。想要古早蛋糕不开裂，一是蛋白打发到湿性发泡，2是控制好温度。蛋白内滴入少量的柠檬汁，也可以用白醋或者塔塔粉来代替，增加蛋白霜的稳定性。先中高速将蛋白打发成较粗的泡泡，加入1/3的细砂糖，继续中高速打发，直到蛋白霜里的泡泡开始变得细腻，而且出现比较粗的纹路。再加入1/3的细砂糖，中速搅拌，直到纹路开始变得细腻。提起搅拌头，看看状态是特柔软的弯钩状，加入剩余的糖，低速搅拌。提起来是一个大的弯钩状，但比较坚挺，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湿性发泡。取1/3的蛋白霜，用翻拌的方法和蛋黄糊由下至上的翻搅。如果翻拌的方式不正确，或者翻拌过程过长，就会导致消泡或者底部出现布丁层。消泡后的蛋糕糊就会变得有点稀，做出来的蛋糕也非常容易塌陷。搅拌好之后，直接倒入剩余的蛋白霜里，用同样的方法继续搅拌，直到见不到一丝白色的蛋白霜。近距离看看翻拌好的蛋糕糊，看起来非常的饱满，好像绸缎一样顺滑的流下。倒入模具里，8分满，轻震几下模具，去除蛋糕糊里的小气泡，或者左右轻轻晃动一下，也可以用牙签划几圈，让表面更平整。不平整的表面容易导致蛋糕出现小裂缝。把模具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烤盘里，加450毫升的凉水，因为烤制的时间比较长，水如果放得太少，后期烤箱的温度会很快上升，导致蛋糕表面容易开裂。放入下层140度，先烘烤大约60分钟。用水浴法，在前30分钟，烤箱实测的温度应该是在100到110度之间，所以蛋糕更像是蒸熟的。后30分钟，水温不断升高，
烤箱实测温度应该是120到130度之间，60分钟之后调高至150度，继续烤6到7分钟，进行表面上色。大家在家烤制的时候，随时观察蛋糕上色和膨胀的程度，要根据自家烤箱的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。轻按蛋糕中央的位置，表面稍有弹性，而不是软塌塌的有下陷的感觉，就说明烤熟了。出炉后尽快脱模散热，以免底部热气无法散出变成水汽，底部就会变得很湿。感觉一下抖臀的效果。古早蛋糕放凉后有轻微的回缩，属于正常的现象。切开看看，内部组织非常的细腻绵密，超级的柔软，入口即化。欢迎大家发自己的作业到我的 Facebook， 我是萨姐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。我们下集再见。